生日蛋糕上插着70根蜡烛，烛光摇曳中，我看见婆婆眼中的困惑和不安。她望着满桌的菜肴，望着围坐一桌的家人，目光最终落在我和老公身上。小雅，你们真的不怪我吗？我轻轻摇头，笑容依旧温和。妈，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好啊！但我知道，她心里想的是那3套回迁房，全部给了小姑子的事。也许她以为我们会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提起那件让她愧疚不已的往事，可她不知道的是，有些账从来不需要当面算清。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3年前的那个秋日，梧桐叶正黄，婆婆王秀兰坐在客厅的老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摞房产证。小雅，坐下，妈跟你说点事。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放下手中的苹果，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心里隐约感觉到了什么。妈，您说。王秀兰深吸了一口气，房子的事，妈想跟你们商量一下。这套老房子要拆迁了，按照政策能分到3套回迁房，1套120平，2套90平的。我和老公张伟结婚5年，一直跟婆婆住在这套80年代的老房子里，房间逼仄，连个像样的厨房都没有。张伟在外面跑货运，收入不稳定。我在附近的超市做收银员，2人的工资加起来勉强够家用。我们一直盼着拆迁，盼着能有自己的房子。妈，您说，我们听着。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王秀兰避开我的眼神。是这样的，小芳那边，她和小刘准备结婚了，男方家要求必须有房子。小芳是张伟的妹妹，比我们小3岁，在市里的广告公司上班，收入还不错。小刘家也有些条件，说如果小芳没房子，这婚事就……王秀兰的声音越来越小，我没有说话，静静等着她继续。妈想着，你们还年轻，以后慢慢打拼，总会有的。小芳年纪也不小了，不能再耽误了。王秀兰终于抬起头看我，眼中带着恳求。3套房子，妈想都给小芳。你看，客厅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时钟的滴答声。我感觉心脏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但表面上依然保持着镇静。小芳一个人要3套房子，我的声音听起来很平淡。是这样的，小刘家说了，1套结婚住，1套给小刘父母，还有1套留着以后升值。王秀兰说这话的时候，连她自己都觉得理由牵强。我点点头，那挺好的。小芳有房子了，结婚也顺利。小雅，你不生气？王秀兰有些意外，我为什么要生气？房子是您的，您想给谁就给谁。这时，张伟从外面回来，还没进门就听见了我们的对话。他在门口愣了几秒，然后走进来。妈，什么房子？王秀兰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张伟的脸色变了变，但看了我一眼后，也点了点头。行，妈您决定就好，你们真的不介意？王秀兰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不介意，小芳是您女儿，我们照顾她是应该的。我站起身，我去做饭，您和张伟再聊聊。走向厨房的时候，我听见王秀兰在跟张伟说，你媳妇真是个好人，换了别人早就闹翻天了。是啊，换了别人确实会闹翻天的，但我没有闹，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闹也没用，反而会让自己显得难看。而且我心里已经有了打算。那天晚上，张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小雅，你真的不生气？他在黑暗中问我。不生气。我背对着他，
声音很轻。可是3套房子啊，咱们1套都没有。张伟，你觉得你妈会改变主意吗？张伟沉默了一会儿，不会，那就行了。既然改变不了，生气又有什么用？我翻过身，在黑暗中凝视着天花板。再说，房子给了小芳，不代表我们就永远没有房子。你的意思是，我们自己努力攒钱买房？张伟苦笑，咱们那点工资，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子？总有办法的。我的声音很坚定。其实那一刻，我心里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可能会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决定。第2天，小姑子张芳专门来了一趟。她穿着新买的大衣，手里提着礼盒，一进门就笑得特别甜。嫂子，听妈说了，谢谢你们的成全。她把礼盒递给我，这是我给你买的化妆品。我接过礼盒，一家人，谢什么？张芳在沙发上坐下。嫂子，你真的不介意吗？我总觉得有什么好介意的？房子是妈的，她想怎么处理是她的权利。可是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跟妈住在一起，按理说，我打断了她。小芳，没有按理说，我们能住到现在，已经很感谢妈了。张芳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也许她是真的感到愧疚，也许她只是在试探我的态度。但不管怎样，我都不会给她任何可以攻击我的把柄。那就好。我还担心你们会有意见。张芳松了一口气。对了，小刘说等房子下来，请你们吃饭。好的，到时候一定去。张芳走后，王秀兰坐在客厅里发呆。妈，您怎么了？我给她倒了一杯茶。小雅，妈总觉得对不起你们。她握着茶杯，眼圈有些红。妈，您别这么说，小芳是您女儿，您疼她是应该的。可是你们也是妈的孩子啊！我在她身边坐下。妈，您知道我最佩服您什么吗？王秀兰疑惑地看着我。您把小芳教育得那么好，有工作，有能力，人也懂事，这比给她什么都强。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房子没有了，可以再努力，但是人品和能力，这是一辈子的财富。王秀兰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小雅，你真是个好孩子。我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心里却在想着另外的事情。房子的事情，我确实不打算争了，但有些账总是要还的，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我已经暗暗做了决定，要开始我的计划了。房产证过户的那天，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我陪着王秀兰去了房管局。3本红色的房产证上全部写着张芳的名字。办事员看了看我们，大概觉得奇怪，一个老人把3套房子全给女儿，儿子和儿媳妇还陪着去办手续。确定吗？一旦过户就不能反悔了。办事员多问了一句。确定。王秀兰的声音很坚决。我站在旁边，表情平静，甚至还在王秀兰紧张的时候，轻轻握了握她的手。妈，没事的，手续很简单。王秀兰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回家的路上，王秀兰一直沉默。妈，您后悔了？我问。没有，只是觉得对不起你们。妈，您要是这么想，我们以后就不能好好相处了。我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她。您是我们的妈妈，您做的决定，我们都支持。王秀兰的眼泪又掉下来了。小雅，妈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维子娶了你。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回到家，张维已经在厨房忙活着做饭，看见我们回来，他迎上来。怎么样？都办完了？都办完了。我把包放在桌子上。今晚想吃什么？我来做。我已经在做了，你休息一下。张伟看了看王秀兰。妈，你也坐一会儿。王秀兰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2个在厨房里忙碌，眼中满是复杂的神情。吃饭的时候，她突然开口。小雅，张伟，
妈想跟你们说声对不起。妈，张伟想要阻止他，让妈说完。我制止了张伟。妈，你想说什么就说。妈知道房子的事情对你们不公平，可是小芳她……王秀兰的声音有些哽咽。她从小就比较娇气，妈总担心她吃苦。我点点头，我们理解，但是妈保证以后妈会补偿你们的。妈，您别这么说，我们不需要补偿。我放下筷子，不过我有个想法。王秀兰和张伟都看向我，我想辞职，自己做点小生意。做什么生意？张伟有些惊讶。我想开个小餐厅，就在附近，做家常菜。我早就想好了，这附近上班族多，中午吃饭不方便，我觉得有市场。王秀兰犹豫了一下，可是开餐厅需要本钱啊。我知道，我看着她，妈，我想借您点钱，不多，10万块钱就够了。王秀兰愣了一下，10万，我算过了，租店面、装修、买设备，10万块钱差不多。我的语气很诚恳，您放心，我会还的，而且会给您利息。王秀兰看了看张伟，伟子，你觉得呢？张伟点点头，我支持小雅，她做事情有分寸，肯定能成功。那行吧，王秀兰答应了，不过不要什么利息，一家人谈什么钱？不行，该给的利息1分不能少。我坚持道。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情出奇的平静。计划的第1步已经成功了。小餐厅开张的那天，张芳也来了。她穿着一身名牌，手里拎着爱马仕的包，在简陋的小餐厅里显得格外突兀。嫂子，这就是你的餐厅？她环顾四周，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轻蔑。对，就是这里。我系着围裙，正在招呼客人。小餐厅只有8张桌子，装修简单但很干净，墙上贴着我自己写的菜单。生意还不错嘛。张芳找了个角落坐下。中午的时候，餐厅里坐满了附近的上班族，大家都夸我做的菜好吃，价格也实惠。我忙得脚不沾地，但心情很好。张芳点了几个菜，吃了几口。嫂子，你做菜的手艺确实不错，谢谢夸奖。我给他倒了一杯茶。对了，你的新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还在装修，估计年底能住进去。张芳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装修费花了不少，光是厨房就花了10几万，那挺好的。对了，嫂子，我听妈说你借了她10万块钱开这个餐厅。我点点头，借了，什么时候还？我看了他一眼，怎么，你担心我还不上？不是，我就是随便问问。张芳有些尴尬，毕竟妈年纪大了，手里也没多少积蓄。你放心，我会按时还的，而且会有利息。张芳没再说什么，匆匆吃完就走了。她走后，我继续忙着招呼客人。一个常来的大姐跟我说，小雅，刚才那个女的是你什么人？我小姑子。哦，我看她对你态度不太好。我笑笑，没有，她人挺好的，但心里我知道张芳已经开始紧张了。她担心我借妈妈的钱会影响到她的利益。不过她不知道的是，我要的远远不止这些。晚上回家，王秀兰问我餐厅的情况，挺好的。今天营业额有600多，我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这么多？王秀兰有些惊讶。如果保持这个水平，3个月就能回本。王秀兰点点头，那就好，妈支持你。张伟也很高兴。小雅，我觉得你这个决定特别对，与其打工给别人赚钱，不如自己当老板。对了，妈，我想跟您商量个事。我坐在王秀兰身边。什么事？我想把餐厅做大一点，如果生意一直这么好，我打算再开一家分店。王秀兰眼睛一亮，真的，真的。不过开分店需要更多的资金，需要多少？
大概20万。王秀兰犹豫了，这么多？妈，您要是觉得多，我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不是，妈是觉得这个数额太大了，妈也拿不出来。那算了，我慢慢攒钱吧。王秀兰看着我，欲言又止。我知道她心里在挣扎，她想帮我，但是又担心钱不够。不过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等她想通。餐厅开业3个月后，我每天的营业额稳定在700-800左右，除去成本，1个月能净赚1万多。这个收入比我之前在超市打工强太多了。王秀兰看着我每天忙忙碌碌，心疼之余也为我感到骄傲。小雅，你真是了不起。她经常这样夸我。张伟也辞了货运的工作，专门来餐厅帮忙。我们2个配合得很默契，他负责采购和收银，我负责做菜，生意越来越好。经常有客人建议我们开分店。老板娘，你要是在市中心开个店，生意肯定更好。一个熟客这样说，我笑着回应，正在考虑呢。其实我心里早就有了计划，只是在等合适的时机。这天晚上，张芳突然来了。他看起来有些焦虑，一进门就问：嫂子，你那个餐厅1个月能赚多少钱？怎么突然问这个？我有些奇怪，我就是好奇。也不多，1个月1万多吧，我如实说道。张芳算了算，1年就是10几万，这比上班强多了。还行。我继续洗着碗。对了，你的房子装修完了吗？完了，下个月就搬进去。张芳的脸色有些不自然。对了，嫂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我停下手中的活。什么事？我也想做点生意，你看能不能带带我？我有些意外。你不是在广告公司上班吗？公司效益不好，我被裁员了。张芳低着头，小刘家催得紧，说我必须有稳定收入，要不然婚事就……原来如此。我心里明白了，张芳现在是走投无路了。那你想做什么？我问。我想跟你合伙开餐厅。张芳抬起头看着我。我有房子，可以抵押贷款，咱们一起做大。我装作考虑的样子。这个我得想想。嫂子，咱们是一 family，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张芳的语气带着恳求。我跟张伟商量一下再说。张芳走后，张伟问我：你打算答应他吗？你觉得呢？张伟摇摇头。我觉得不太好，做生意跟家人合伙容易出问题。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点点头。不过什么？我有个更好的想法。张伟看着我，等我继续说。既然他有房子可以抵押，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做？我们可以教他技术，但是不用合伙。张伟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让他自己承担风险，自己承受后果？我的语气很平静，这样对大家都好。第2天，张芳又来了。嫂子，你考虑的怎么样？小芳，我跟张伟商量了，我们觉得合伙不太合适。我坦诚地说，但是我可以教你技术，帮你开餐厅。张芳的脸色变了变。为什么不能合伙？做生意风险很大，万一亏了，影响家人感情不好。张芳沉默了一会儿。那你教我技术，要多少钱？不要钱，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不能在我附近开店，至少要距离3公里以上。张芳点点头。行，我答应。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知道好戏才刚刚开始。张芳的餐厅选在了市中心的一条商业街上，租金比我这边贵3倍，装修也花了不少钱，整体风格比我的小店高档很多。开业那天，他请了我们全家去捧场。嫂子，你看我这装修怎么样？张芳得意地介绍着店里的每一个细节。很好，很有档次。我由衷地夸赞。王秀兰也很高兴。小芳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张芳的餐厅确实比我的小店看起来气派多了，但是我心里清楚，做餐饮最重要的不是装修，而是口味和性价比。他的菜品定价比我这边高出1倍，但是口味却差不多。更重要的是，商业街上竞争激烈，各种餐厅林立，他的优势并不明显。开业1个月后，我去看他，生意怎么样？我问。张芳的脸色有些憔悴，还可以吧，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在强撑着。餐厅里客人稀稀拉拉，跟我这边天天满座形成鲜明对比。需要帮忙吗？我问。不用，我能撑住。张芳固执地拒绝了。又过了1个月，张伟告诉我，张芳找妈妈借钱了。借了多少？我问。5万。我点点头，没有说什么。那天晚上，王秀兰坐在客厅里发愁。妈，怎么了？我关心地问。小芳的餐厅好像不太好做。王秀兰叹了口气，她今天又找我借钱了。您给了吗？给了。王秀兰看着我，小雅，妈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做错了？如果当初把房子给你们一套，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事了？我在她身边坐下。妈，您别这么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小芳想创业是好事，可是她现在……妈，您担心她赔钱？王秀兰点点头。那您觉得，如果她真的撑不下去了，会怎么办？王秀兰想了想，可能会卖房子吧。3套房子，卖1套就够了，剩下2套，她还是有保障。王秀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继续说，而且就算她把生意做成功了，也是好事，说明我们张家的女人都有本事。你说的对。王秀兰的表情轻松了一些，但是我知道张芳的餐厅撑不了多久了，房租、人工、食材成本每天都在烧钱，而她的性格又不允许她轻易认输，所以她只会越陷越深，直到有一天，她不得不面对现实。半年后的一个晚上，张芳出现在我家门口，她的眼圈红红的，看起来像哭过。小芳，怎么了？我开门让她进来。嫂子，我撑不下去了。她坐在沙发上，声音很小。我给她倒了一杯水。餐厅的事，她点点头。每天都在亏钱，我已经欠了20多万了。这么多，我有些惊讶。虽然早有预料，但没想到数额这么大。房租太贵，客人又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张芳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我递给她纸巾。小刘知道吗？知道。张芳擦着眼泪，她说：“如果我再这样下去，婚事就算了。”王秀兰听到哭声，从房间里出来。小芳，怎么了？她心疼地看着女儿。妈。张芳扑到王秀兰怀里。我做错了，我不该开什么餐厅。王秀兰轻拍着她的后背。没事，没事，大不了关了就是。可是我欠了好多钱。欠多少？王秀兰问。20几万。王秀兰的脸色变了。这么多？我在旁边看着，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我知道这是张芳咎由自取；另一方面，看着王秀兰心疼的样子，我也于心不忍。妈，我想把1套房子卖了还债。张芳抬起头说。王秀兰犹豫了一下。卖房子？不卖不行了。张芳的声音充满了绝望。我不能让小刘家看不起我。这时，张伟也从外面回来，听到了张芳的话。卖房子？小芳，你冷静一点。20万不是什么大数目，慢慢还就是了。我拿什么还？餐厅关了，我又没工作。张伟看了我一眼。要不这样，你先把餐厅关了，到我们这边来帮忙，慢慢把债还清。张芳摇摇头。我不能拖累你们一家人。说什么拖累不拖累的？王秀兰也劝道。但是我知道张芳不会同意的，她宁愿卖房子，也不愿意给我们打工，因为那样她就彻底输了。
既然小芳决定卖房子，那就卖吧。我突然开口说道，所有人都看向我。小雅，你……王秀兰有些意外。妈，小芳是个要强的人，她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做家人的应该支持她。张芳感激地看着我，嫂子，谢谢你理解我。不过，我话锋一转，如果小芳真的要卖房子，我有个建议。什么建议？卖给我们。客厅里突然安静下来，张芳愣愣地看着我。卖给你们？对，我点点头，这样可以省去中介费，价格也公道，而且房子还在家里，以后小芳想买回去也方便。王秀兰看着我，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她大概明白了什么。张芳考虑了一会儿，那多少钱？市场价。现在那个小区的房子大概值80万，我们给你80万，这个价格确实很公道。张芳没有理由拒绝。好，她点点头，就卖给你们。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情异常平静。3套房子，现在回来1套了。房子过户的手续很快办完了，我们花80万买下了张芳的1套房子。那是3套里面最大的一套，120平米的。张芳用这笔钱还清了餐厅的债务，剩下的钱开了一家小服装店。他学聪明了，这次没有选址在商业街，而是在社区附近租了个小门面。小刘看到他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婚事又重新提上了日程。王秀兰很高兴，觉得女儿终于走上了正轨，但是我知道这只是开始。张芳现在只剩下2套房子了，1套自己住，1套给小刘父母，而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1个月后，我的第2家餐厅开业了。这次我选择了一个人流量大但租金相对便宜的地方，吸取了张芳失败的教训。开业第1天，生意就很火爆，王秀兰来看了，非常高兴。小雅，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她夸赞道。都是妈教的好，我笑着回应。这时，张芳也来了，她看着我的新店，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嫂子，恭喜你。她的语气有些僵硬。谢谢，我热情地招呼她，来，尝尝我们的新菜。张芳坐下来，点了几个菜，吃的过程中，他一直在观察店里的情况。客人络绎不绝，服务员忙得脚不沾地，生意真好。他酸溜溜地说了一句：“还可以。”我没有表现得太得意。对了，你的服装店怎么样？也还行。张芳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我知道他在撒谎，因为我经常路过他的服装店。很少看到有客人，但是我没有拆穿他，只是笑着点点头。2个月后，张芳又来找我了，这次他的脸色更加难看。嫂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显得很紧张。什么事？我放下手中的账本。我的服装店不太好做。他低着头。我想关了。为什么？是位置不好吗？不是位置的问题。张芳苦笑了一下，是我不适合做服装生意，进货、陈列、销售，我都不懂。我点点头。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想再卖1套房子。我心里一动，但表面上保持镇静。又要卖房子？我想拿这笔钱投资你的餐厅。张芳抬起头看着我，我们做合伙人，这就是我等待的时刻。但是我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装作考虑的样子。这个我得想想。嫂子，我知道之前你说过不合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张芳的语气带着恳求。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看着他，心里想着接下来的计划。这样吧，如果你真的想合伙，我们可以谈谈具体的条件。张芳的眼睛一亮。你愿意？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我顿了顿，但是投资是有风险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知道，我已经想清楚了。那好，
你把房子卖了，我们详细谈谈合作的事情。张芳激动地点头答应了。又是一套房子即将回到我们手中。张芳的第二套房子以75万的价格卖给了我们，这次他显得更加急切，价格也稍微便宜了一些。拿到钱后，他立即找我谈合作的事情。嫂子，我想投资50万到你的餐厅。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眼中充满期待。50万，我装作有些为难，这个数额有点大。为什么？你的2家店生意都这么好，肯定需要资金扩张。我点点头，确实，我正在考虑开第3家店。那就正好啊！张芳激动地说，我们合伙开第3家店。我沉思了一会儿，这样吧，既然是合伙，我们得把条件说清楚。你说，首先，投资比例，你投资50万，我投资技术和管理，我们55分成。张芳点头同意。其次，经营管理由我全权负责，你不能干涉具体经营。张芳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答应了。最后，如果亏损了，按投资比例承担，这个没问题。合同签订后，我们开始筹备第3家餐厅。这次我选择了一个看起来很有潜力，但实际上有很大隐患的地段。那里正在修地铁，施工期间交通不便，客流量会大幅减少。但是张芳不知道这些，他只看到了地铁建成后的美好前景。果然，餐厅开业后的第1个月，由于施工影响，生意很不理想。张芳开始着急了，嫂子，这生意怎么这么差？他找我抱怨，修地铁影响，等地铁通了就好了。我安慰他，地铁什么时候通？大概还要2年。张芳的脸色变了。2年？那我们要亏2年？也不一定亏，只是赚的少一点。但实际上，这家店每个月都在亏损，房租、人工、水电，各种成本加起来，每个月要亏5、6万。半年后，张芳彻底撑不住了，嫂子，我不想继续了。他坐在我面前，神情憔悴。为什么？每个月都在亏钱，我的50万快亏完了。我装作很遗憾的样子，那真是太可惜了。我觉得再坚持一下，等地铁通了。我坚持不下去了。张芳打断了我，我想退出。退出？我皱着眉头。可是合同上写着，中途退出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张芳的脸色更加难看。什么意思？你的50万投资现在只剩下20万了，如果你要退出，只能拿回20万。张芳愣住了。当然，如果你愿意把剩下的股份转让给我，我可以给你25万。张芳考虑了很久，最终点了点头。好，我同意。就这样，张芳的50万投资最终只拿回了25万，而我不仅收回了他的股份，还得到了一个虽然暂时亏损，但未来有潜力的店面。现在，张芳只剩下最后一套房子了，那是他和小刘的婚房。3年过去了，今天是王秀兰的70大寿，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为她庆祝生日。王秀兰看着满桌的菜肴，看着围坐一桌的家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但是当她的目光落在张芳身上时，笑容中多了一丝复杂。张芳现在又回到了上班族的状态，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收入微薄。她和小刘的婚事也因为经济问题一拖再拖，至今还没有结婚。最后一套房子，她舍不得卖，但是小刘家对她越来越不满意。小芳，工作还顺利吗？王秀兰关心地问女儿。还行吧。张芳的声音很小，没有了往日的自信。那就好。王秀兰点点头，然后看向我和张伟。你们呢？餐厅生意怎么样？很好，妈。我微笑着回答。第3家店已开始盈利了。
地铁通了之后，客流量大增。王秀兰欣慰地点点头：“小雅，你真是我们家的功臣。”张芳听到这话，神情更加暗淡。他大概在想，如果当初他没有那么急于求成，没有做那些失败的投资，现在的情况会不会不一样？但是世界上没有如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吃完饭后，王秀兰把我单独叫到了阳台上：“小雅，妈想跟你说点心里话。”她的表情很严肃：“您说。”关于房子的事情，妈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摇摇头：“妈，您别这么说。”让妈说完。王秀兰看着夜空，当初妈把3套房子都给了小芳，以为这样对她好，现在看来这反而害了她。我没有说话，静静听着。如果当初给你们1套，给小芳2套，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妈，过去的事就不要想了。小雅，妈想问你一个问题。王秀兰转过身看着我：“你真的不怪妈吗？”我看着她，眼中满含深情：“妈，您是我们的妈妈，我们怎么会怪您呢？可是，妈，您知道我最感谢您什么吗？您让我学会了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想要的东西。”我握住她的手：“如果当初您直接给了我们房子，也许我永远不会想到去创业，去拼搏。”王秀兰的眼泪掉了下来：“小雅，你真是个好孩子。妈，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事业，这都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我们很幸福。”王秀兰点点头：“是啊，你们很幸福。”她看了一眼客厅里沉默的张芳，叹了一口气：“小芳也会好起来的。”我安慰道：“她还年轻，有的是机会，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些机会一旦错过，就很难再有了。”张芳当初拥有3套房子，本来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她的贪心和急功近利，让她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境地。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不仅拿回了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东西，还获得了更多。现在我们拥有2套房子、3家餐厅，每个月的收入超过10万。这样的结果比当初直接分到1套房子要好得多。有些账从来不需要当面算清，时间会替你算清一切。晚上回到家，张伟问我：“你真的不恨妈和小芳吗？”我想了想，恨是一种很消耗精力的情绪，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恨上，不如把精力用在让自己变得更好上。那小芳现在这样，你会帮她吗？我看着窗外的夜景，如果她真的需要帮助，并且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会考虑的。可是你明知道第3家店的选址有问题，为什么还要让她投资？这个问题，张伟问得很直接。我沉默了一会儿。张伟，有些教训，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会真正记住。我只是给了他一个选择的机会，最终的决定是他自己做的。张伟点点头：“我明白了。”而且我继续说道：“如果一个人连续做出错误的选择，那说明问题不在运气，而在于判断力和性格。这样的人，即使你帮他一次，他还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他会让每个人得到应得的结果，而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了应有的幸福。”如今回想起3年前的那个秋日，梧桐叶正黄，婆婆王秀兰坐在客厅的老藤椅上，手里捧着那一摞房产证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家的格局从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不争不闹，不代表没有态度。有时候最深的报复，就是让时间来证明一切。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